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渴望享有健康和长寿的生活。面相学提供了一种方法，通过观察面部特征来推测个人的寿命。如果通过面相分析，你得知自己可能面临的寿命挑战，不必过于担忧。通过调整日常生活习惯，加强体育锻炼和关注健康养生，实际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延长寿命。那么，你是否好奇哪些面相特征可能暗示着寿命短暂呢？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面相特征。有这些短命的面相，赚的钱再多也无福享受。一、看眼神，眼中之神随着健康情况而变化。眼中神足者，健康状况良好，遇小病也能很快康复。短寿之人眼神滞呆、散落、飘散，或是迎风流泪，两眼暗淡无光，无神采，无生机，眼泡淤肿，似深秋草木之衰竭，如细流之干涸，常给人似睡非睡的感觉。二、看眉心，眉心即为印堂，在面相中，印堂为命宫之所在。如果两眉毛相交，好像一节一节的形状，眉毛侵入印堂，就是短寿的相格，预示其人很可能活不过40岁，而且妨害妻子和儿女，破财。眉心印堂处有任何纹痕，都会影响健康。如果带青色而且杂乱，也是短寿的征兆。三、看鼻子，在面相中，鼻梁上部到山根位置称为极恶宫，此部位饱满、高耸，直贯印堂者，先天体质优越，一生较少生病，偶尔有病也很快康复。假如此处生的低陷、断裂、尖削，有乱纹或痣痕，往往身体欠佳，容易生病，属于先天体质弱者。如果两耳、人中及下巴生的相格良好的话，即使极恶宫不佳，也不会影响长寿，只表示一生中健康状况不稳定，时常生病，略影响生活质量而已。四、看耳朵，肾开窍于耳，肾是生命活力的发动机，是先天之本。耳相生的形质厚而大，耳垂肥大，色泽红润，紧贴大脑，主肾功能完好发达，精力旺盛，为长寿之象。反之，假如两耳枯槁、瘦小、肉薄，耳垂小，两耳色泽如灰或带黑色，主寿限不长。不过相不独占，还要配合面部的其他部位综合来看，不能单凭此点下结论。看人中，中医认为人中是任督二脉的交汇之点，是奇经八脉的总纲，统帅人体的阴阳二气，因此人中是人体的要害部位之一，是阴阳之气平衡的总枢纽。此部位主子女和寿命。人中深、长、阔的健康长寿者多，反之短、浅、细的体弱短寿者多。假如人中生的浅而短，或者几乎从正面看不到人中，其人一定寿命不长。六、看法令，法令位处鼻翼两旁，看起来只是两条普通的纹理，但却代表了一个人的威信、名誉、晚年运势和寿元。法令越长，寿命也越长。法令长不到嘴角，必然短寿。法令正好与两嘴角齐，不被饿死，也因食道方面的疾病致死。若在中年以后，法令仍然未见增长，甚至不过口，一般代表短寿。流年56至57岁的运势更见反复，即使寿元能过60，晚年运势亦恐不佳。不过，一个人即使法令纹深长，若其印堂暗淡无光，口型欠佳，唇色暗黑，仍然是好运难求，事业难成。若法令末端向嘴唇下的位置屈入，形如包围着口部之状，易主凶，晚年生活艰苦，亦有大病小痛缠身，运至70左右更有生命之余。七、看下巴，在面相学中分析一个人的寿命长短，通常会首先关注几个关键的面部特征：两耳、人中以及极恶宫。这些部位的形态和特征被认为能够显著反映一个人的健康和寿命。如果在这3个重要部位中有2个不符合传统面相学中关于长寿的标准，那么通常这个人的下巴会表现为短促而尖削的形状。此外，面部的水星位和地格位也可能表现出低陷和狭窄的特征。这样的面相配置通常预示着2个可能的结果：一、晚年运势破败。具有上述面相特征的人，可能在晚年面临多种挑战，包括健康问题、财务困境或人际关系的紧张。这些因素共同作用，可能导致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下降，未能享受到一个平静和满足的退休生活。二、寿元不高。这种面相的人可能难以达到长寿。根据面相学的理论，面部的某些结构和特征
与个人的生命力和健康密切相关。不利的面相标志，如短促尖削的下巴和低陷的水星、地格位，可能暗示身体的某些机能不强，从而影响寿命。8. 看整个面部气色，富态之人的面部润泽，油光铮亮，或者是白里透红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容光焕发。面部肌肉坚实而有弹性，短瘦之人面色灰暗，满面晦气，其面部肌肉松弛臃肿，而且通常都不太干净，要么布满雀斑，要么遏制星罗棋布，致有吉凶之别。黑色和红色的致为吉，青色、黄色、咖啡色、紫色等等颜色的痣为凶，痣的位置也有吉凶。短瘦之人的痣常常长在两嘴角的上方，或者长在人中里，并且比较大。说完短命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长寿之人必心宽，长寿之人必面善。一个人是否能长寿，除了命运主宰的因素外，心境是起决定作用的。而一个人的心境好坏，可以从其面相中反映出来。正所谓相由心生，便是这个道理。那么下面一起来看看长寿之人都有哪些面相特征吧。1. 脑后枕骨丰满的人长寿。枕骨在脑后正中偏下的部位，由于睡觉时他首先接触枕头，所以叫枕骨。这个骨头要连肉而起，不能过于孤零零的独露在外。脑后的枕骨丰满的人长寿。2. 鼻梁中部隆起可长寿。相学中认为鼻子要丰满端正，鼻梁挺直，鼻梁骨不能有塌陷。太乙照神经中说，年寿隆起者寿。年寿是指鼻子的中部，鼻梁中部隆起者可以长寿。3. 人中身者长寿。人中者，沟渠之象也，只有伸长体内的体液才能通畅运行，这样才会对身体有利。神相全编中说，人中伸而长者长寿，这个部位伸长、端正而直的人可以长寿。4. 牙齿整齐坚固可长寿。牙齿为肾的花朵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。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整齐而坚固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肾气充足，骨气充沛，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精神头非常足，精力充沛，很有活力，做事主动而积极，性格坚毅，很有主见和魄力，不喜欢犹犹豫豫、唯唯诺诺，意志力坚韧，决定的事情就不会轻易的动摇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一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。在太乙照神经中也有这样的描述：齿排齐坚固者为长寿。眉毛长垂可长寿。眉毛被称为保寿宫，可见它与人的生命有关系。神相全编中说到，眉毛长垂，高寿无疑，就是说眉毛高长而眉尾下垂的人高寿无疑。职业医学家。6. 耳形耸高而长可长寿。耳朵与肾脏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而肾能力的强弱又直接影响到寿命的长短。耳朵要轮廓分明，垂足贴肉，色泽鲜艳红润，耳门扩大，耳肉红而尖厚，耳形耸高而长，这样的人是长寿之人。7. 目有神光者可长寿。中医学的观点非常注重观察神的存在与否，主要是指观察眼中的光彩。太乙照神经中说，目有神光者寿。我们常说的眼炯炯有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8. 法令纹长可长寿。法令位处鼻翼两旁，看起来只是两条普通的纹理，但却代表了一个人的威信、名誉、晚年运势和寿元。法令越长，寿命也越长。法令长不到嘴角，必然短寿。法令正好与两嘴角齐，不被饿死，也因食道方面的疾病致死。若在中年以后，法令仍然未见增长，甚至不过口，一般代表短寿。流年56至57岁的运势更见反复，即使寿元能过60，晚年运势亦恐不佳。不过，一个人即使法令纹深长，若其印堂暗淡无光，口型欠佳，唇色暗黑，仍然是好运难求，事业难成。若法令末端向嘴唇下的位置屈入，形如包围着口部之状，一主凶，晚年生活艰苦，亦有大病小痛缠身，运至70左右更有生命之余。9. 面部润泽可长寿。富态之人的面部润泽油光铮亮，或者是白里透红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容光焕发，面部肌肉坚实而有弹性。短寿之人面色灰暗，满面晦气，其面部肌肉松弛臃肿，而且通常都不太干净，要么布满雀斑，要么遏制星罗棋布，致有吉凶之别。黑色和红色的致为吉，青色、黄色、咖啡色、紫色等等颜色的致为凶，痣的位置也有吉凶。短寿之人的痣常常长在两嘴角的上方，或者长在人中里，并且比较大，是握力大可长寿。
人到了老年之后，你与他握手，当感到老人的手特别有力，那么这就是长寿的标志。手握力来源于肝，握力大，肝功能健康，肝健康人就长寿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现实生活中都是很常见的，对长痣或许很多人都不怎么在意。其实我们脸上或者身体上不同位置的痣都是会有着不同的含义，有的痣象征着灾难，一生穷困多病，容易成为一个短命鬼，而有的痣象征着富贵，不仅财运深厚，还会健康长寿。今天大佬就带着大家来看看身上哪些痣是短命痣，哪些痣是长寿痣吧。10颗短命痣注定活不久。天门长痣。天门是相学中对脑门的称呼，也就是我们的额头，而天门也是每个人的命宫所在。天门上面一旦有恶痣或者是疤痕的话，则证明此人的命宫就算是破了，而命宫有破的话，则是会影响此人的整体命数的。所以一般这里长有恶痣的人，往往先天的身体条件就已经存在问题了，他们从婴幼儿时期就会比较难养活，并且常年会有疾病缠身，需要经常同医院打交道，医生都会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。人中长痣。人中在面相学中主要是人的生育生殖功能的一个体现，而这个位置生有一颗恶痣的话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说明此人在生殖方面不会特别健康。若是女人的话，很可能从青春期开始就会有妇科方面的疾病，再者就是婚后也会有生育方面的问题困扰着此人类，尤其是在生孩子时特别注意生育安全。而男性朋友此位置有痣的，则是命中横祸不断，难享健康。印堂长痣。面相中的印堂位于人体额部，在两眉头的中间，它仍是个人运势集中体现的区域。像是在命运中形容一个人的运势极为糟糕时，就可以用印堂发黑的方式。在印堂位置上如果出现一些糟糕的纹路，或者是长有痣的话，就意味着命主所遭遇的运势比较糟糕。这种人一般都会运气较差，做什么事情都会遭遇挫折连连，而且容易遭来灾祸，导致自己命短。山根长痣。山根指的是鼻子的根部，两眼之间的位置正好位于印堂下方及鼻梁，在这个面部区域上长有痣的话，说明其人的运势较差，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诸多的荆棘，这辈子难成大事，即使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，依然是收获甚微，并且由于自身的运势差，导致经常生病，卧床不起。脖子长痣。如果人在脖子中长痣，而且是在靠近锁骨的位置，也是比较倒霉的。有此志向的人性格非常急躁，虽然有的时候也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发展机会，但是由于自己急躁的性格，往往就是会坏了大事，事业发展中容易遭到失败，感情方面的发展也不怎么顺利，自身的异性缘不好，不怎么受异性的欢迎，想要得到一段好的感情都是比较难的。这样的志向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，抵抗力比较差，而且还常常容易生病。耳垂长痣。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与福气的，若是在耳垂的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极容易把钱财都花在男女之事上面，日后也难会留住钱，而且这样的人婚姻运势也不佳，很难会找到情投意合的伴侣，一辈子都会过得浑浑噩噩，自然也没有啥大出息，多半都是穷苦命，一旦发生意外，会因为没钱而无能为力进行医治。脚后跟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后跟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属于典型的倒霉痣，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他们的霉运不断，日子就没有顺利的时候，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天生就是劳碌命，就算是自己再辛苦，往后也很难会成就大业，日子过得奔波忙碌，身边连一个亲近自己的人都没有，日子过得不清闲，而且因为常年劳累，到老容易患得一些疾病。发际线长痣。发际线的位置处属于父母宫，
代表的是他们早年的运势与个人的家庭条件的。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，则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自己的先天运势发展不佳，自己完全没有啥更好的发展，早早就会辍学，干啥不行，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。父母的身体方面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挫折，到最后不仅一贫如洗，身体还会有各种疾病。9. 嘴唇长痣。嘴唇分为上唇和下唇两部分，通常嘴唇长痣的人重视物欲，贪口福，很少会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。嘴唇长痣的人往往会患上心血管疾病，有的人甚至会英年早逝，所以长在嘴唇上的痣最好尽早去除，以免受其所害。10. 后臂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后臂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此人的人际交往能力不是特别强，没有主见，容易受到敌人的影响与诱惑，尤其会被一些不法分子给盯上，做出一些险恶之事，一旦发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2. 10颗长寿痣，越老越有福。1. 鼻头长痣。鼻子属于一个人的财帛宫，这个位置有痣的话，说明本主财运深厚，财气充足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金钱，从小物质条件就十分优越。可以说鼻头有痣的人从小到大直到晚年也不用操心费力，只需要享受现有的物质条件，就可以生活得十分滋润。晚年小辈们也喜欢和鼻头有痣的人在一起，陪伴他们，使得鼻头有痣的人晚年不孤独不辛苦，因此这部分人也属于晚年健康长寿有福气的一类人。2. 胸部长痣。胸口长痣无论男女都是大富大贵的象征，俗话说胸怀大志，痣长在胸口能够给自己招来好的运气，福泽深厚，投资或者工作都能顺利，而且还能够利于长寿，健康运良好。4. 肩门长痣。肩门就是一个人太阳穴的位置，如果说这里长痣的话，属于享受晚福且长寿的人，他们身体健康很好，不会得什么大病，所以这种人能够有一番作为，家庭和睦，而且在事业上能够很有财运，非常的有钱。这种人的家庭也是比较好，老了能够有很好的子女，晚年生活比较好，都争着送终。5. 小腹长痣。小腹长痣的话，这个人一生都会有好福气，不愁吃穿，还拥有非常强的赚钱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小腹长痣也代表着一辈子不会缺桃花，是朋友眼中的开心果，自然身边的异性也会不少，婚姻会非常幸福，家庭也会很和睦，一生健康富裕。6. 大腿长痣。大腿长痣的人是福气和富贵的象征，如果这个痣长在大腿外侧的话，说明这个人聪明，做事勤劳，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。就算是早年出生在贫困的家庭，也能靠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，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。大腿有痣的人还能够享受到儿女福，孩子出生后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运势，身体也会更加健康，到老的时候享受天伦之乐。7. 头顶长痣。如果你的头顶长有一颗痣，那你的运势非常的不错，会有旁人非常羡慕的好运气。如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了困难，总能顺利的解决，或遇到贵人，或自己顺心的拮据。这人通常比别人少奋斗，却能拥有非常不错的生活环境。据说长有这颗痣的人，自出娘胎就拥有别人羡慕的好运，如遇到困难会有贵人相助渡过难关，或者出事之后衣食无忧，别人要奋斗很多年，而你一出生便拥有良好的生活条件。8. 发中长痣。头发里的痣位置隐蔽，一般来说隐痣多半都是好痣，如果痣色朱红或黑亮，则为善痣，更是锦上添花。有这种痣的人个性能力俱佳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，并可享长寿。9. 后腰长痣。这是指位于肚脐正好相对在后腰的痣，这个痣在相学中被认为是福相，认为拥有这种痣的人往往心地善良，性格真诚，且乐于帮助他人。他们不仅能够主动去关心他人，帮助他人，也能够因此而获得好的人际关系。此外，这颗痣也能够体现出
命主福运出色，能够在工作当中取得好的成绩，而且财运稳定，更是能够在晚年时期获得幸福生活，是典型的越老越有福的代表志向。10. 长纯黑色的痣。其实身上的痣大部分都是黑色的，但并不是特别明显，而这种一眼就能看出来，面相先生提醒到不掺杂任何的黑痣才是吉利的志向。而拥有这种志向的人善于交际，人缘较好，这一点跟嘴巴大的人相似。而且这种人的运势较强，天生命好，在工作中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，若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，可以依靠朋友和贵人的帮助化险为夷，自然是可以长寿，也是一个志向长寿标志。所以有志不一定不好，也有很多志是旺运的，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处理。好了，尽望自己能够长命100岁，但是人都会有生老病死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所以就会很注重养生，希望自己的身体是个好身体。不过呢，一个人是否长命，从面相大概就能够略知一二，有些都是命中注定。那么什么面相的男人是短命面相呢？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。1. 眼神游离的男人。作为一个男人的眼神总是处于游离状态，双眼无神不够坚定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属于胆小怕事的类型，要么就是喜欢说谎，要么就是缺乏自信，遇事缺少决断能力，喜欢抱怨，一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，并且看上去会显得气势不足，也是体内元气散乱不聚的表现。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做事总是显得精力不足，并且常常遭遇意外，健康方面也容易出问题，为短寿之相。这样的人一般健康方面都是很少注意的，因此他们的发展一般都不会很好的。2. 天中凹陷的男人。天中凹陷就是额头中间的凹陷，天中在面相中指的是额头正中间的位置，刚好位于印堂之上的地方。天中也是官禄宫，与我们的事业官运息息相关。同时天中的面相也反映一个人的寿命长短。一个人天中要是饱满，那么此人不仅运势很好，且身体健康，是长寿命。如果一个人的天中凹陷，那么这个人不仅运气不好，而且身体不好，寿命短。因此天中凹陷的人要注意自己，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3. 人中长则寿长，人中短则寿短。人中就是我们嘴唇上方中间凹陷进去的那个位置，若是人中长则表示寿命长，若是人中短则相反。人中是任督二脉的交汇点，统帅全身阴阳二气，统帅奇经八脉。为什么人晕厥等突发事件多按压人中刺激穴位，也是因为人中位置太重要了。人中长不足喜，嘴皮薄，浅度无沟，亦不足寿。而人中短也不见得短命，人中处嘴唇厚实饱满，无痕无痣无斑，皆主不妨寿元。如果人中断了，有横纹有凹坑，多主命短。4. 印堂凹陷的男人。一个人的印堂饱满有光泽，那么这个人的运势会很不错，且寿元佳，能够长命100岁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凹陷或者是暗淡发青发黑，那么这个人就需要注意了，运势会很不好，身体健康容易受损，做事总是事事不顺。如果一旦有此特征，那么凡事一定要多注意，否则就会容易出事儿。5. 耳廓枯黄的男人。耳朵是肾根，先天之本，一个人的耳朵形状生得不好没关系，只是说明小的时候出身比较差，吃过苦。但是如果耳朵的气色不好，那么就是先天肾气不足。一个人一旦肾气枯萎，那么整个人就会虚脱，生命力就没有那么顽强。耳朵黑暗枯黄，血气足润，则肾水不能养命，就会缩短寿命。6. 嘴唇不对称，歪斜不正的男人。这种嘴型多难以享受幅度。嘴巴主60岁后，嘴型歪主下庭破相的。再遇上老婆婆嘴、地包天、吹火嘴、龅牙露齿，都不主长寿。其山根短，鼻歪斜的男人。鼻子是男人的寿根，鼻子大的性欲强，鼻子歪斜人品不正，事业就更不用说了。鼻子管着中年时运，歪斜不正，如何有发展良好的事业？如果鼻子长得没有气势，山根断裂，续接不上，主命短。8. 耳垂结实的男人。
耳垂结实的男人会比较短命，就是因为他们的怒火太旺了，时不时就在生气发飙，而这样对别人没有什么影响，反而是自己的身体都被搞坏了。耳垂结实的男人就是不太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影响，而且一气都要气好久，气完之后自己整个人也都不好了。9. 眉毛杂乱的男人。眉毛杂乱的男人整天都在熬夜，他们是那种一到夜深人静就会特别精神的那种人。你若问他们都在忙些什么，其实他们又有什么事都没做，他们就是抱着个手机刷屏，已经刷到很无聊了，没有任何东西看了，他们还是舍不得睡觉，所以这样熬夜会让他们精神越发的不好，也很容易会短命的。10. 眼球外凸的男人。眼球外凸的男人会给自己施加很大的压力，他们太想让家里人过上好的生活了，所以平常自己一点都不敢停歇下来，他们稍微停一下就会特别的心虚，然后又会开始逼着自己行动起来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会忙到心力憔悴，最后或许会颇有成就，但是身体也被搞坏了。11. 山根有横纹的男人。山根有横纹的男人会短命，是因为他们特别的讳疾忌医，他们是那种身体不舒服也不敢去医院的人，因为他们很害怕结果会不好，他们承受不起那个打击，他们总是会自己在那吓唬自己，所以原先根本不是什么大的问题，但是被他们这样一拖再拖，就真的变得严重起来了。12. 鼻梁有结的男人。鼻梁有结的男人在饮食上对自己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控制，他们总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才不管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得住。他们太喜欢美食了，所以看到好吃的食物，自己就会开始暴饮暴食了。他们当下是很满足了，但是过后他们的身体就会因为肥胖出现各种问题，而且也容易会短命。很多人其实明知道一些行为不好，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肆意妄为，因为他们会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质量，不是长度。只是我们本可以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，而不是抽烟跟喝酒熬夜，这样的快乐其实并不是真的快乐。13. 面小鼻低吃相如鼠的男人。脸小，脸型跟个枣核一样，两头尖中间宽，但是脸无肉，鼻子狭小，鼻翼也小，吃东西跟兔子老鼠一些小动物一样，一撮一撮的，还有吃东西倒数滴溜的，一点不注意的都是夭折早死的相。14. 下巴短粗的男人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下巴是短粗尖削的，那这样的人面相肯定是不好，他们的晚年生活非常不顺利，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而且身体也不健康，难以长寿的他们会早死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宽而长，地格的位置是饱满方圆的，整体看上去特别的长，那他们的晚年会很好，一定能够享受荣华富贵，而且是长寿的人。15. 耳骨褐质的男人。耳朵有痣其实是还不错的，但若是耳骨上长有褐质的人，有着较为叛逆的个性，凡事都不会循规蹈矩，且脾气急躁，行事冲动，从不考虑后果，因此这一类人经常会遭遇意外的事儿。山根部位赤筋滑断的人，身体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，灾祸连接不断的发生，因此凡事要特别的注意一些，不要粗心，这样才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灾难发生。16. 嘴唇呈紫黑色的男人。一个人的嘴唇是很重要的，这个部位一定不能够忽略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唇颜色是比较白的，那说明这个人是贫血。唇色过于红润的话也不好，代表的就是上火。而嘴唇呈紫黑色的，那可能就是需要供氧或者就是供血不足的样子。他们血液当中的养分是不能很好的送达到身体的各个部位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患有心脏衰竭或者是肺部有疾病，他们是个不能长寿的人，肯定会早死。嫁人就不要嫁给这样的男人喽。我们人人都想长命百岁，但是我们的命运都不同，不是人人都能够长命，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许多不同的事情，更是会有着一些意外，甚至是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。以上几种面相的男人就是注定短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